那下肢的伸展操呢，它的优点有哪些呢？第一个，它可以拉长的是我们这个腿部的线条。第二个呢，它可以铲除大腿内部的这个肥肉，然后再来就是改善臀肌失忆，让你的臀肌容易发力。那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动作，它可以解决屁股这个梨状肌疼痛的问题，因为久坐的人有些会有梨状肌疼痛，甚至是下背痛的问题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很多动作呢是会用到核心力量的，但是我所说的核心力量呢，不是指腹肌的概念，而是指这个概念。好，我们这个下肢的伸拉运动呢，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早上起床，还有下午在办公室，如果你久坐想要舒展筋骨所使用的。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，我是 Amber。最近呢，我一直在介绍一种肌肉，它能够练出结实而且是修长的肌肉，这就是中国舞蹈演员的肌肉，它们叫做自然肌肉。那自然肌肉的养成呢，它主要是透过拉长跟强化训练所得到的。那我在之前的节目呢，我们已经介绍过核心力量的训练，就是所谓的提跟沉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教大家的是下肢的伸拉。那下肢的伸展操呢，它的优点有哪些呢？第一个，它可以拉长的是我们这个腿部的线条。第二个呢，它可以铲除大腿内部的这个肥肉，然后再来就是改善臀肌失忆，让你的臀肌容易发力。那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动作，它可以解决屁股这个梨状肌疼痛的问题，因为久坐的人有些会有梨状肌疼痛，甚至是下背痛的问题。那其实如果我们想要矫正体态或者是增加无力肌肉的这个训练，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不管是重训，或者是像今天我们教的舞蹈运动的拉强跟强化，其实都是可以办法做改善的。但是呢，在肌肉的结构上，它是不太一样的。因为重训它是透过给肌肉加重负重，然后肌肉它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受伤，所以肌肉在自我修复的过程当中，它会肌肉增加的力量跟大小，所以这个肌肉它会越练越大。但是如果我们练的是这个拉长肌肉的强化训练的话，它其实是顺着这个肌肉的纹理在做健康的强化。这种强化呢，它会让紧绷的地方放松，让没有力的地方会加强这个力量。但是呢，它不会练成这种大块肌肉。所以如果这个运动你做到位的话呢，你不但是可以练到你的肌肉，而且可以拉长你下半身的这个线条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很多动作呢是会用到核心力量的，但是我所说的核心力量呢，不是指腹肌的概念，而是指这个腰的这个概念。因为呢，之前我们有提到了，就是说核心力量在舞蹈演员来讲呢，它不是只是指这里，它其实主要是在腰背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它也是手啊、脚啊力量的一个来源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使用核心力量的话呢，可以看我们之前的内容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所设计的9个就是下肢的简单的这个伸展练习呢，我们先跟大家做解说，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位。好，那第一组跟第二组呢，主要是伸拉我们大腿的内侧肌。那假如说你这个人呢有这个假胯宽的问题啊，它其实就是属于内侧肌太紧。第一招呢，我们叫做蝴蝶式，就是呢这个姿势就是蝴蝶式啦，就是你的脚就像蝴蝶一样，那你的脚呢要尽量往你的身体里面拉，然后去拉到你的这个内收肌的部分。但是做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它这个腰椎其实它还是在中间位置的地方，然后你只是故意把你的脚尽量往这个地方，往身体的地方靠，然后在同时呢，你尽量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尽量把你的上半身打直，然后把你的胸腰尽量挺起来，甚至是说，你的脖子也可以往上挺。那如果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呢，这个腹股沟这边呢有非常多的肝经穴道经过，像是无离穴、阴廉穴、极脉穴。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蝴蝶式的同时呢，其实也是在按摩到这边的穴道。那第二个动作呢，就是在蝴蝶式的基础上面，我们做压腿。压腿就是你往前倾，但是在这个前倾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不是背弯弯的往前倾，而是你的背要打直的状况之下，帮它往前倾。第三个姿势呢，要教大家的是坐姿扭转。这个姿势或许大家都会做，主要就是扭转到我们的背肌。那你可以感觉到背部跟臀部有一些伸拉的部分，但是在这里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背也是要挺直的，我们是
背挺直的情况之下呢，扭转我们的腰，然后再来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尽量往后拧，你会觉得这边是真的有被伸拉的感觉。这是第3个姿势。第4个姿势呢，要教大家做的是坐姿跨腿。怎么跨呢？就是把你的脚往你的身体这边抱。那这里呢，它一定会拉到这边的筋，甚至是我们的这个梨状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再尽量把你的头往下，那你就可以拉伸到你的整个背部的这边的经脉。再来第5个动作呢，这个也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前弯、前腿拉。但是呢，这个在拉下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的是在背部挺直的情况之下往前，是你的腰发力去让它往前做这件事情的。当然我也拉不下去，因为我也没有在做拉筋，但是我们就是尽量是用这边的地方发力，而不是这样子发力。这样子发力，它只不过就是手在拉长而已，它并不是用腰的力量在帮你往前推。第6个动作，我们要做一个吸腿，然后还有拉后胯。在中国舞或者是在芭蕾舞上面呢，这个动作就叫吸腿，然后旁吸腿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个拉后胯呢，它其实是可以拉到我们平常不太用到的屁股上面的这个肌肉。然后拉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姿势，就是把你的脚往后展，然后手打开，然后尽量让你的胸挺直，就是去拉你的后腿筋，还有就是你的整个背肌。接下来就是翻过来继续吸腿，旁吸腿，然后把脚拉上来了以后呢，把你的这个大腿伸直，然后去感觉上就是这个地方就要做一个拉伸，然后你的上半身也是必须要挺起来的。第7个姿势呢，我们就来拉我们的内侧肌肉。那首先是以站丁字步的方式，你把前脚往前跨了以后呢，这个的重点其实是在拉后面这边的肌肉，所以呢，你要尽量是这个脚一定要贴地，然后呢，我们在上半身再做一个拧的动作。就是把这个腰这样转过来，所以呢，你会感觉到其实是这个地方是比较出力的。然后在这个姿势上面，其实前脚不太出力，但是会有这个姿势。然后呢，转边了以后呢，我们的上半身底盘不起来，直接用胯的移转，直接转过来这个地方。然后同样转过来了以后呢，你会觉得是这边在做伸拉。第8个动作就会是在刚刚的这个动作上面做一点小小的变化，同样是以站这样子的方式，但是呢，我们把重心反而是放到前脚，变成是弓箭步的姿势。然后在身体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要往前压，所以你会觉得用力的其实是你的股四头肌，后面的肌肉呢就不是那么用力了。用这样子压的方式，然后转边的时候。也是，如果你的重心能够平稳的话，你可以做这样子的姿势。如果你的重心不平稳的话，你就一只手撑着你的这个膝盖。第9个动作呢，我们还是要回到垫这个半脚尖，因为这个垫半脚尖呢，真的就是帮大家练习如何找到这个重心的位置。那其实，在垫脚的同时呢，我们就已经在练我们的后背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古典舞的这个演员呢，他们非常重视后背的练习。所以他们常常在这个不管是在捷运上啊，或在公车上，他们其实也都在练这个垫半脚尖。那这样子后背练起来以后呢，不管是你的走坐，还有就是任何的姿势呢，就会看起来非常的好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练习这个下肢的伸拉运动。好，在前面的部分呢，大家就可以做一下放松，对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下肢的伸拉活动。准备好我们的蝴蝶式。好，第一个往前。再一次。跨腿。
以再往后面一点。我们做一个前压。接下来要抬腿哦。可以把头往前弯一点，然后你就可以延长你的背的这个伸拉。你会感觉到，这就是你的屁股这个地方有被拉紧的感觉。好，我们要站起来做吸腿的跟开胯的动作了。尽量把胸提起来，换边。接下来站丁字步，要练我们的内侧腿。平移过来的时候是感觉到这边来出力。接下来练股四头。如果重心不稳的话，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膝盖上面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你就把手放这样子的姿势。垫半脚尖。好，我们这个下肢的伸拉运动呢，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早上起床，还有下午在办公室，如果你久坐想要舒展筋骨所使用的。当然啦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系列的话呢，也希望你在下方留言给我，那我会准备更多不同的运动方式来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